在幾天前，白銀價格像坐上了火箭，一度衝上84塊美元的歷史新高，今年最高漲幅超過190%。黄金也没閒着，年内大漲超過70%，是1979年以来最瘋狂的一年。整個市場彌漫着一股貪婪的氣味，好像遍地都是黃金，隨便撿都有。但是就在大家準備開香檳慶祝的時候，一場風暴突然來襲，白銀、黃金在昨晚斷崖式下跌。白銀從高點84美元暴跌超過15%，一度跌到70美元左右。黃金一天之內最多跌掉了接近240多美元，怎麼會突然跌這麼多呢？如果你也有同樣疑問，那這條影片你一定要看完。今天我不只會告訴你白銀和黃金為什麼會突然崩盤，我還會帶你一起揭開這場貴金屬狂潮背後的真相。我們要搞清楚幾個關鍵問題：黃金和美元到底是什麼關係？貴金屬的暴漲究竟代表了什麼？白銀和黃金再跌，是不是意味着風暴真的要來了？看完這條影片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在別人貪婪的時候，我們更需要保持清醒。這條不是讓你追漲殺跌的影片，而是一條幫助你建立正確投資思維的影片。要理解這次的暴跌，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个根本問題：為什麼今年以來黃金、白銀會漲得這麼瘋狂？很多觀眾都知道，黃金和美元的關係就像蹺蹺板的兩頭，美元強，黃金就弱；美元弱，黃金就強。這個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，想象一下，黃金就像是一個國際通用的硬通貨，全世界的人都用美元來買賣它。當美元貶值的時候，你手上的美元能買到的東西就變少了。以前100美元可以買1盎司黃金，現在美元貶值了，可能需要150美元才能買到同樣的黃金。所以從數字上看，金價就漲了。但是這只是表面的解釋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，黃金是一種零利息的資產，它不會像銀行存款或債券那樣給你支付利息。所以當利率很高的時候，大家會覺得與其持有黃金，不如把錢存銀行或買債券，還能賺利息。在這個時候，黃金的吸引力就下降了。反過來，當利率下降的時候，存錢的收益變少了，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就降低了，黃金作為保值工具的吸引力就會上升，資金就會流入黃金市場。而2025年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局面。美聯儲為了應對經濟放緩的壓力，從下半年開始已經降息3次，市場甚至預期明年美聯儲還會繼續降息。央行降息意味着借錢的成本變低了，市場上的錢會變多，錢多了，每1塊錢的購買力就會下降，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通脹。在這種時候，你會怎麼做？你會想辦法把手上的錢換成能夠保值的資產。黃金這個幾千年來人類社會公認的硬通貨，自然就成了大家避險的首選。所以我們看到大量的資金湧入黃金市場，把它推向了歷史新高。這個不單單是散戶的行為，全球各國的央行也在瘋狂地買入黃金，來分散他們對美元的依賴。這個背後其實反映的是一個更深層次的擔憂，對美元霸權的信任正在動搖。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可以因為自己的經濟問題而不斷印鈔票，稀釋全球所有人的財富的時候，大家自然會去尋找替代品。所以這次貴金屬的暴漲，表面上看是投機，但是深層次的原因是全球對現行貨幣體系的一次不信任投票。那麼既然黃金漲了這麼多，白銀又是怎麼回事呢？為什麼它漲得比黃金還要瘋狂？其實關於它的潛力，在 Rich 的這條影片裡面就詳細分析過。很多觀眾當時就在留言區分享了他們的看法。有人說黃金遲早到5000，也有人問白銀能不能跟上。現在白銀真的跟上了，而且是以一種爆裂的方式跟上，但是它的價格波動遠比黃金要劇烈得多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白銀有雙重屬性，它和黃金一樣有金融屬性，可以作為保值和投資的工具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還有非常強的工業屬性。白銀是地球上導電性和導熱性最好的金屬，這一點讓它在現代工業中變得不可或缺。第一，光伏產業，也就是太陽能板，現在全球都在推動綠色能源轉型。
太陽能板的需求量在飛速增長，而最新的 N 型電池技術需要用到更多的銀漿，這個直接推高了白銀的需求。第二 ，AI 數據中心，大家都在談論 AI， 但很少人知道 AI 的高算力晶片會產生巨大的熱量，需要最高效的散熱和連接材料。白銀因為有卓越的導熱性和導電性，成為了這些高端應用的首選。第三，電動車裡的電子元件、電池管理系統以及各種連接器都大量使用白銀。所以你看，當全球都在追求綠色能源、發展 AI、普及電動車的時候，對白銀的工業需求其實是在爆發式增長的。就連馬斯克在看到銀價飆升的時候，都忍不住在社交媒體上說：“這可不好，很多工業生產過程都需要白銀。”這句話的潛台詞是，銀價太高會增加他公司的生產成本。一方面是金融避險需求，另一方面是工業需求爆發，而全球的白銀供應量卻增長緩慢。這裡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，全球大約70%的白銀其實是作為銅礦、鋅礦、鉛礦的副產品被開採出來的，專門的銀礦其實很少。這個就意味着白銀的供應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金屬的開採量，而不是市場對白銀的需求。結果就是白銀市場已經連續5年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。當需求大於供給，價格會上漲，這也為什麼白銀在2025年漲這麼多的原因。但是當一個資產的價格在短時間內脫離基本面，出現拋物線式上漲的時候，往往也是風險最大的時候。因為這時候市場的情緒已經從投資變成了投機，甚至是賭博。這裡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非常重要的警訊，那就是實體與金融的嚴重割裂。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指標來看白銀和石油的價格，就在前幾天，1盎司白銀的價格竟然超過了1桶原油的價格，這個在金融史上是極為罕見的。石油是工業的血液，代表着實體經濟的脈動，而白銀在這種時候更多的反映了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和投機熱度。當白銀比石油還貴，就意味着實體經濟可能正在走向衰退，所以石油需求疲軟，價格上不去，而金融市場卻因為貨幣超印、避險需求而極度亢奮。這樣就是說，金融市場反映不了現實經濟了。歷史上這種極端的價格倒掛，往往是經濟硬着陸，甚至是貨幣體系出現重大危機的前兆。所以現在的白銀不僅僅是一個投資品，它更像是礦井中的金絲雀，它的瘋狂上漲是在向我們發出警告。全球金融體系的底層可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，也解釋了為什麼這次的暴跌如此迅猛。因為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，一個浪頭打來就可能灰飛煙滅。那歷史上有沒有類似的情況？白銀這種瘋狂的投機，最後結局是怎樣的？1980年的白銀星期四事件，主角是美國的亨特兄弟，這是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投機失敗案例，每一個投資者都應該了解。當時亨特兄弟是美国德州的石油大亨，家族財富雄厚，他們看到了白銀的投資價值，決定大舉進場。但是他們不是普通的買入，而是試圖壟斷整個白銀市場，人為的推高價格。他們一方面大量買入白銀現貨，把實物白銀囤積起來，另一方面在期貨市场上建立巨額的多头头寸。通過這種方式，他們控制了市場上大部分的白銀供應，制造出一種供不應求的假象。在他們的操縱下，銀價在短短1年內從每盎司6美元左右飆升到接近50美元的歷史天價，漲幅超過700%。當時的市場和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不是很像？所有人都瘋了，覺得白銀是只會漲不會跌的神話。但是泡沫終有破滅的一天。為了打擊投機，美國的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聯手出擊，修改了交易規則，大幅提高了白銀期貨的保證金，並且限制了投資者可以持有的合約數量。這就相當於什麼呢？以前你用1塊錢的本金槓桿去買10塊錢的合約，現在監管機構說不行，你用1塊錢只能槓桿2塊錢了。這一下就扼住了亨特兄弟的資金喉嚨，他們無法再投入更多資金來維持高昂的價格。
結果在1980年3月27日，也就是白銀星期四银價一天之內崩盤暴跌超過50%，亨特兄弟瞬間破產，無數跟風炒作的散戶血本無歸。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一個血的教訓：任何被極端情緒和槓桿推高的資產，結局都可能是慘烈的崩盤。我們把目光轉回到今天，在白銀價格衝上$80的這幾天，我們看到了 CME 交易所，又是它，已經連續2次提高了白銀期貨的保證金。上海期貨交易所也宣布，從12月30日開始上調黃金、白銀等期貨的保證金。歷史是不是驚人的相似？監管機構已經在出手，為過熱的市場降溫，而昨晚的暴跌就是市場對這個信號最直接的反應。所以你問我，這個是世紀大逼空嗎？我認為這個更像是真實的供需失衡，美聯儲的降息預期以及投機情緒的推波助瀾。而現在潮水正在退去，正如投資大師鄧普頓所說，牛市在悲觀中誕生，在懷疑中成長，在樂觀中成熟，在興奮中死亡。當你身邊所有的人都在討論一個東西能漲到多高，甚至連從來不投資的鄰居阿姨都來問你能不能買黃金白銀的時候，往往就是市場最興奮的時刻，也是風險最大的時刻。回到大家最關心的問題，白銀和黃金的暴跌是不是意味着一場更大的金融風暴要來了？我的看法是，這個更像是一次高燒後的正常降溫，也是一次風險的集中釋放。任何一個健康的牛市都不可能是一條直線向上，中間必然會經歷回調和震盪。這次的暴跌主要有幾個原因：第一，獲利回吐。在年底，很多賺了大錢的機構和投資者會選擇賣出資產，鎖定利潤，這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為。但當賣盤集中出現的時候，就會給市場帶來巨大的壓力。第二，監管降溫。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，交易所提高保證金，直接打擊了投機者的槓桿。那些用高槓桿做多的投資者被迫平倉離場，這個引發了連鎖反應，加劇了價格的下跌。第三，流動性問題。在聖誕和新年假期期間，市場的交易量相對較小，這意味着較小的賣單也可能引發不成比例的價格下跌。就像一個小池塘，你扔一塊石頭進去，激起的水花會比在大海裡大得多。所以我並不認為這是世界末日，但是這次暴跌給我們所有投資者敲響了警鐘。它告訴我們，市場永遠是充滿不確定性的，風險控制永遠是第一位的。在我的投資體系裡，我一直強調長期安心、超級盈利。我們追求的不是在市场最瘋狂的時候去賺最後的10%，而是用生意人的眼光，要在市場未看到的時候低價買入，當成本比較低，風險自然比較少，然後耐心持有，等待收穫。就像我在黃金$1800多的時候，已經看到這次的聲浪，也在這裡給大家分享過。有興趣的可以看完這條再去回看。查理芒格曾經說過，投資這件事的秘訣就是坐在那裡看着球一個一個飛過來，等待那個最佳的擊球點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好的投資機會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我們不需要每天都在市场裡折騰，而是要有耐心等待那個真正屬於你的機會。當機會來臨的時候，果斷出手；當市場過熱的時候，保持冷靜，甚至可以選擇離場觀望。在 GMT 裡，我們從來不會只是簡單的告訴你買這個股票，賣那個股票。我們更注重的是每周通過指導，真正提升你的投資能力。就像我常說的，我們教的是釣魚的方法，而不是只給你魚，讓你學會自己判斷什麼時候是被市場錯殺、被看漏的機會，什麼時候應該果斷出手。GMT 會員計劃的詳情我就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了。相信我，今天你花在學習上的時間將會是你未來10年最重要的一筆投資。說完了當下的情況，我們也要展望一下未来。接下來貴金屬市場會怎麼走？有什麼機會和風險是我們需要關注的？從長期來看，支撐貴金屬上漲的基本面因素並沒有改變。全球央行持續購買黃金、美元信用的長期弱化，以及白銀的工業需求增長，這些都是結構性的趨勢。
不會因為一次暴跌就消失。但從短期來看，市場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這次的暴漲和暴跌。價格的劇烈波動會讓很多投資者變得謹慎，觀望情緒可能會增加。同時，如果降息太多導致通脹失控，那美聯儲就不得不重新加息。而一旦加息預期出現，也會對貴金屬價格形成一定的壓力。對於想要參與貴金屬投資的朋友，第一，不要追高。如果你還沒有上車，現在不是一個好的買入時機，等市場情緒穩定下來，價格回調到一個合理的區間，再考慮入場也不遲。第二，控制倉位，就算你看好貴金屬的長期前景，也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，分散投資，控制風險是投資的基本原則。第三，關注基本面，不要被短期的價格波動所左右，要關注那些真正影響貴金屬價格的長期因素，比如美聯儲的政策走向、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以及白銀的供需狀況。第四，保持學習。金融市場是複雜的，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未來。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學習，提升自己的認知水平，讓自己在面對市场变化時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決策。投資的世界從來都不是一條康莊大道，它充滿了誘惑和陷阱。要想在這個市場上長期生存並獲利，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時的運氣，而是清醒的頭腦和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資哲學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幫助大家在未來的投資路上走得更穩更遠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也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對這次白銀風暴的看法，或者你有什麼想問的問題，我會盡量回答。我們下期影片再見。